M23BT 原机配了一根电源线，一根3.5转莲花头的音频线，用来连接耳机插孔和非平衡输入；一根3.5转3.5的音频线，用来连接前置的模拟音频输入；还有一根副音箱的连接线，两边的线头还很贴心的做了镀锡处理。我发现 M23BT 的这个旋钮很讨人喜欢，先听一下我棘轮扳手的声音，再听这个旋钮的声音，段落感很明确，而且按钮的声音也很清脆，而且和喇叭用了相同的紫铜色配色。至于是什么材质，一会儿拆解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先不连接副音箱，我们给它通个电。这个表显示的是输入电压，这个表显示的是输入功率。M23BT 的最低额定输入电压是100伏，现在只有39伏。指示灯没有亮，它还没有启动。50伏、66伏、83伏，指示灯已经常亮，它启动了。现在是85伏，所以输入在85伏以上，它都可以正常工作。现在的待机功率是 2.9 瓦，长按关机，关机以后，它的待机功率会降到 0.1 瓦。开机，它的额定最大输入电压是240伏，直接把电压升高到254伏，它还能正常工作。现在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3.1 瓦。长按关机，关机以后的待机功率还是只有 0.1 瓦，所以它是有足够的抗电源波动能力的，而且输入电压范围也没有虚标。现在这个是正常音量播放的输入功率，只有 3.3 瓦到 3.4 瓦的样子。你可能注意到了，它的最大输入功率写的是30瓦，但这个已经是正常平均功率的10倍，完全足够了。好，现在它的输入电压是224伏，我已经让它工作了整整1个晚上，超过10个小时。现在可以看到右声道主音箱已经明显发热，左声道没有发热。我这里的气温现在是20度，主音箱的顶部最高温度有 25.6 度，发热不算大。侧面可以看到发热温度要高一点，有 27.8 度。背面可以看到导向孔的地方有 29.7 度，是温度最高的地方。右侧的温度不高，最高只有 25.4 度。所以你在摆放的时候，主音箱的周围最好什么都别放，给它留一个散热的空间。M23BT 有4种输入方式，第一种就是大家常用的蓝牙输入，支持蓝牙 5.4 版本。第二个就是前置的模拟非平衡输入，只适合这种短距离传输，桌面级的使用是完全够的。第三个是用莲花插头的模拟非平衡输入，这个也是桌面级的短距离使用。第四个就是这种用 6.35 毫米插头的平衡模拟输入，这个输入可以接受正4 dBu 的专业音频信号，而且几十米的长距离传输也有比较高的信噪比，也就是说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。低音调节的中心频率是125赫兹，高音调节的中心频率是10千赫兹，都可以有正负6个 dB 的提升或者衰减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独立的蓝牙配对按钮。这几个图表，这个是低切调整的曲线，这个是空间声学的曲线，这个是桌面反射控制的曲线，这个是均衡调节的各个频段，支持的是6段图式均衡调节。官宣它的频响范围是52到20千赫兹，信噪比是大于85 dBA， 监听模式会更高一点，大于90 dBA。还有它有 HiRes 的高解析金标认证，
不知道白色和黑色你会更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我两个都喜欢。M23BT 有一个加分项，就是它支持多路同时输入。手机连上蓝牙播放，前面的 AUX 通道可以混进来，后面的 RCA 通道也可以混进来，后面的 TRS 通道也能混进来，所以不需要去切换输入通道，你可以随意的去连接多个设备。经常有粉丝问我，可不可以把右声道的主音箱放到左边？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如果是用蓝牙连接，必须得在系统里去调换左右声道的顺序，这个需要自己去找一找方法。对于前置的模拟输入，你需要把这个线剪开，左右对调，这个需要你有一定的操作能力。对于 TRS 平衡输入，只需要左右兑换就可以了。还有 RCA 的非平衡输入也是左右兑换就可以了。所以把两个音箱左右兑换，使用模拟输入会更简单一点。高低音调节在哪个模式下有作用？我帮你试过了。绿灯模式、白灯模式、红灯模式都有作用。借助这条激光线观察喇叭振动的幅度，衰减6 dB， 归零，增加6 dB， 归零。前面的这个旋钮其实是和 APP 联动的，看音量调节，模式切换。我在 APP 切换，这里也会变灯。APP 也可以调节音量，还有均衡模式，还有声学调教。这支是 M24， 用的是4寸中低音和1寸高音。M23BT 用的是 3.5 寸中低音和1寸高音。M23BT 的高度是217毫米 ，M24 的高度是228毫米。M23BT 的宽度是125毫米 ，M24 的宽度是140毫米。M23BT 的纵深是158毫米 ，M24 是169毫米。它们的外形尺寸相差并不大，但是导向孔有明显的区别。M23BT 导向孔的出口是一个变曲率的出口，而且是椭圆形的。相对来说，这种导向孔的风噪会要低一些。副音箱的重量有1838克，主音箱的重量有2021克。至于它内部的构造，一会儿我们拆解的时候再看。我相信游戏玩家会比较在意它的音频延迟，蓝牙的延迟一定比模拟输入要大的。我们来对比一下，这条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有滴滴滴答的声音，你可以用它来判断延迟的大小。现在是蓝牙连接 M23BT。现在是模拟输入，有很多人讲把这个非平衡输入插到平衡输入，声音会很小。我猜你用的是这种转接头，像这样连到平衡输入。其实这个还是非平衡输入。平衡输入的插头是有3段，地线、正信号、负信号；非平衡的只有2段，地线和正信号。不过你没办法把这种插头转换成这种插头，因为它只有2根线，中心头对中心头，
地线对地线。除此之外，非平衡线里面和平衡线里面走的信号幅度也是不一样的。M23BT 它的 TRS 平衡输入接收的是正式 dBu 的电频，也就是 1.228 伏的电压信号。记住这个数值。我用信号发生器制造了一个标准的正式 dBu 的信号，频率是100赫兹，峰值是 3.47 伏。由于垂直分辨率不高，所以这里显示不是很准确。黄色的波形是正信号，蓝色的波形是负信号，这个紫色的波形是音箱内部运算以后得到的信号，也就是正信号减掉负信号得到的一个叠加信号。测量黄色正信号的电压是有效值 1.229 伏，蓝色负信号的电压也是 1.229 伏，接近参数表上标注的 1.228 伏。把这个信号发送给音箱，就能听到100赫兹的低音。记住这个波形，还有它的幅度，也就是音量大小，它是录音机录到的喇叭的声音。现在我把这里面的平衡专业信号改成这里面的非平衡民用信号，你就会知道音量为什么会很小。这个波形还是正式 dBu 的平衡信号，播放的音量现在有这么大。非平衡信号首先没有这个反向的负输入信号，去掉反向信号以后，音量减小了一部分。现在这个是正式 dBu 的非平衡信号。如果你的非平衡信号能够达到正式 dBu， 那也可以得到这么大的音量。但实际上它里面的信号比这个小很多，是负10 dBV。这个信号幅度就是我们大多数音频设备能够输出的信号幅度，得到的音量只有这么一点。对比刚才正式 dBu 的专业信号，这个音量大小是小了很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民用信号插到专业音频输入口，音量会很小的原因。经过试探 TRS 的输入达到峰值 4.2 伏的时候，开始出现明显的失真，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。峰值降低到4伏以后，这个失真消失了。把音频输入转换成 AUX 和 RCA 的非平衡输入。经过试探 ，AUX 的最大输入极限也是 VPP 4伏。现在连接到 RCA 输入，看，这就是输入信号太大造成的失真，和上面的波形变得不一样了。经过试探 ，RCA 的最大输入极限也是峰值4伏。这个表格是测试结果的汇总，可能它的3个模拟输入都用的是相同的运放，所以3个输入的极限都是峰值4伏。我们保守一些，把这个极限降低到峰值 3.8 伏。它对应了正 4.78 dBu 的专业信号和正 2.56 dBV 的民用信号。所以你几乎可以无脑的去连接所有的民用和专业的音频设备，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失真。注意看这里，这是一个声压计，它的测量单位是 dBA， 厂家公布的参数一般是 dBSPL， 这两个单位具体有什么不同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。M23BT 的低音下潜可以到52赫兹，我这个声压计最低频率可以测到 31.5 赫兹。所以我会测量这5个频点的最大声压级。先把音箱的音量开到最大，然后我的蓝牙音量开到最大，然后保持监听模式，高低音调节保持回中。现在就是处于监听模式的频值曲线，你可以把它想作没有开美颜和滤镜的原相机。40赫兹耳朵能听到 78.8 dBA 的音量。55赫兹耳朵可以听到73 dBA 的音量，125赫兹耳朵可以听到 95.5 dBA 的音量，1000赫兹耳朵能听到104 dBA 的音量，8000赫兹耳朵能听到 90.6 dBA 的音量。
从测试结果看，监听模式的低音音量还是比较大的，况且它还有6个 dB 的提升空间，中音和高音也是音量比较大，所以你可以听到比较饱满的低音和比较明亮的高音。现在是蓝牙输入，我们对比一下蓝牙和模拟连接的音质。现在是模拟输入，现在保持模拟输入，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试听。拆解我们从脚垫开始。脚垫是粘胶固定的，有弹性，厚度大概4.5毫米。主音箱的底部现在印了序列号。面盖用了6颗销钉插在箱体里面。虽然没有打胶，但很难拔出来，这一颗就给拔断了。主音箱的前置输入输出还有这个旋钮，背面有一个电路板。音频信号用的是屏蔽线，可以减少干扰。这个旋钮确定是塑料材质，但电镀工艺还不错。这块海绵是用来给这个走线孔密封的。这个 PCB 上面
没有芯片，而且这个排线是焊接工艺，所以只能剪断。中低音喇叭 3.5 寸，高音喇叭1寸。高音喇叭的引线是焊接的，低音喇叭的引线也是焊接的。吸音棉是粘在低音喇叭上面的，接线端子也是焊接的。看这个里面，分频器用的是物理分频器，背面的走线很宽，有助于降低电阻。一个50伏 4.7 微法的电容，另外一个是100伏15微法。这两个黑的是电感 ，PCB 有相应的标识。导向孔卡得很紧，得上下左右摇才能把它弄出来。导向孔是2段式的结构，接缝应该是打胶固定的。这一对是主音箱的喇叭，主音箱的物理分频器做到了电路板上。主音箱的内部结构和副音箱有点不一样，我们一会儿切开来看。喇叭和箱体的密封还是用心的，有一层密封垫。高音喇叭也有一层密封垫。中低音喇叭的名牌信息被胶水遮盖了，看不清。直流电阻是 5.4 欧。高音喇叭的名牌信息显示它的阻抗可能是6欧，实测也是 5.4 欧。中低音喇叭的重量有553克，高音喇叭的重量有176克。我还发现一个细节，除了这个密封垫以外，这两个插孔本身就是密封的，而这两个插孔在里面用了一个塑料盒给它做密封。除此之外，这个连接器它的背面也是完全密封的。可以看到漫步者在音箱密封上面是下了不少功夫的。导向管的长度大概有123毫米，重量有46克。来看看截面，导向孔的用料还是挺厚的，厚度有 2.9 毫米。正面的面板也是挺重的，有 74.5 克。喇叭孔的附近有一个斜面，看不了厚度，得从这个位置切一刀才能看清楚。这个就是它的截面，测量这里可以看到它的用料厚度，厚度有 2.7 毫米。整个背板总成它的重量有296克。这个位置是它的功放，背面有一个散热区，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利用背板来散热，而是用的空气对流，所以能看出整个电路板的设计发热量很小，也就是说电转换效率比较高。这个电源的螺丝孔给一个好评，因为它用了螺纹紧固胶，避免振动的时候发生松动，而且所有的接插件都打了胶，普通的力量是拆不下来的，这也有助于避免振动松脱。背板是铝合金的，而且这些螺丝的地方也打了胶，避免振动松脱。这个插孔还有这个插孔再给一个好评，它加了密封垫，它的密封垫在这里，所以漫步者它的密封是做得相当足够的。刚才我说的这个盒子这里也做了密封，所以整个电路板跟外界是密不透风的。这几颗是运放，这个是蓝牙芯片，这个 PCM1808
是一个 ADC 转换芯片，时钟用的是24.576兆。这个芯片是它的功放，旁边是它的电感，是一个 D 类功放。背面没有主要元件，电源模块的这个外壳也点了胶固定。电源内部也有点胶固定 ，PCB 做得挺精致的，是一个典型的反击式电源。这个是它的驱动芯片，这颗是它的 MOS 管，还有变压器。这一块是主音箱，这一块是副音箱。主音箱的前面有一个开槽，但是在里面又垫了一块木板，撕掉这个密封垫。这块木板的厚度是 4.3 毫米，前面板这边有1、2、3、4个加强块。前面板的厚度有12毫米，底板的厚度9毫米，顶板的厚度也是9毫米，侧板的厚度也是9毫米。这个是主音箱的后面，这个是副音箱的前面板，也是有3个加强块。这个是副音箱的后面板，箱体还是挺硬的。看我刚才撬开前面板的时候，只留下了一个很浅的印记，相当的硬。去掉我刚才切缝的重量，副音箱的箱体还有905克，主音箱的箱体还有812克。可以看出 M23BT 的用料还是一如既往的扎实。好了，这就是漫步者 M23BT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，我们到评论区去讨论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